希特勒穿越到现代德国，现代科技让他脑洞大开。德国人会吸取教训，还是让希特勒东山再起呢？港仔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部看似搞笑实则深刻的电影。希特勒回来了，元首一脸懵逼从昏睡中苏醒，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，没有废墟，没有炮火，没有战争，只有一片祥和。这他妈是什么年代？他觉得得先回狼堡从长计议。走在路上遇到骑平衡车的人，又给他看懵了。希特勒走到了勃兰登堡门的广场上，终于是个他熟悉的老建筑了。元首的出现无疑是一大亮点。他不明白为何大家都在拿着小砖头拍照，大家都以为他就是一个以假乱真的模仿者。没一会身边就围满了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片大多数路人反应并不是剧本，而是在街上实拍的路人反应。希特勒想向女人问问路，结果被当作疯子喷了一脸的辣椒水，视力短暂受损。话说在一战期间，作为士兵的希特勒确实因为被芥子毒气攻击，眼睛受损，这段也是完美还原了。踉跄中，希特勒走到了一个报摊前，拿了一份报纸，一看时间2014年，刚想问老板怎么回事就晕了过去。好心的报摊老板收留了希特勒。萨瓦斯基是电视台的记者，对前台小妹那是情有独钟。就在跟小妹搭讪的时候，办公室里老总提拔了女领导担任电视台总监，这样本以为会是自己的光头哥布林克，着实恨得牙痒痒。出了门又恰巧碰到正在说自己坏话的萨瓦斯基，那自然是要拿他开刀了。晕厥许久的元首这时也在报亭醒来。元首认为命运将带领着自己继续战斗，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获取信息，而手边的报纸此时对元首来说简直就是宝贝。从报纸上可以看出，显然人们都相信元首死了，甚至有很多狂热者模仿着自己。二战德国并没有胜利，甚至现在的德国居然让一个女人当领导人。看到波兰如今独立，更是觉得当时的仗简直白打了。老板看元首也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便好心留他在报亭过夜。元首就这么继续获取着信息。被辞退的萨瓦斯基这时则在家里看着自己拍的片子，叹息着命运的不公。他身后的妈妈却发现了影片里元首的身影。萨瓦斯基顿时觉得这一定会是个热点新闻。第二天前去洗浴店洗军装的元首，穿着一身滑稽的衣服来到了报亭，见到了来找他的记者哥。记者哥觉得他是万中无一的网红奇才，跟着自己拍视频指定能起飞。但和希特勒一聊，记者哥发现他精神似乎不太正常，这就更适合当网红了。希特勒也想借媒体宣传东山再起，两人一拍即合。报社老板说：“你这要走了，那把这聊天吃饭住宿的钱借一下吧。”希特勒说：“你这不是供养我，你这是为德意志帝国做出了贡献，日后我东山再起了，这都是你和后人炫耀的资本。”接着一脚地板油走了，只留下一脸懵逼的老板，还在思索自己是被抢了还是被骗了。在宾馆，元首看着电视感慨着当今的科技，但电视里满屏的烹饪娱乐节目让元首感到荒唐。元首告诉萨瓦斯基，在他的影片里一定要加入政治问题。希特勒当下决定改变拍摄思路，走遍德国，和普通人交流，他们对生活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。发现大家有的对难民带来的治安问题，还有的对工资收入不满，还有的对德国政客的腐败不满。希特勒把这些问题都记了下来。注意，这里的民众都不是演员，而是真实路人的谈话内容的记录。在到达一个宠物乐园拍摄的时候，希特勒被一只小狗咬了，他二话不说掏出真理给狗送走了。残暴的本性让萨瓦斯基震惊，拍摄被迫停止。更加难办的是，记者哥由于得不到电视台领导的支持，已经没有经费了，于是希特勒只能走上街头，给人画像赚钱。至于画水平吗？就这样，元首一边做着调查，一边拉拢着人心，人们纷纷和元首合影拍照并发到网上。一眨眼，元首就成了网红。结束后，萨瓦斯基带着样片和希特勒来到电视台，恳请自己能够回到公司。但光头哥对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不以为然。就在两人争执时，元首自顾自地走进了正在开会的会议室，一番煽动性的言论让女领导觉得此人必定会火，而元首也看得出她是个难得的女强人。俩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，萨瓦茨基也因此顺利回到了公司。随后，光头哥给元首安排了一个女助理，帮他熟悉工作环境。元首也第一次看到了计算机以及强大的互联网世界，看到德国如今的科技力量，激动得直落泪。与此同时，光头哥也在计划着对女领导的报复。他打算将元首放到电视台最火的一档脱口秀节目中，同时用各种犹太话题作为主题，这样不论是新闻评论员还是犹太委员会，都会让女领导下台。然而在节目现场，元首的话却貌似让计划事与愿违。直播当天，希特勒上场后却沉默不语，注视着观众。台下领导那个着急，说辞啊，你说辞啊。希特勒作为演讲高手，他深知沉默的力量。在2分半的沉默中，观众从嘈杂变为了窃窃私语，再到全神贯注地看着希特勒。这时他突然开始了演讲，没有照着写好的台本念，而是说现在的媒体这么发达，但德国媒体上却播的都是些没营养的垃圾内容，这些垃圾内容蒙蔽了大家的双眼，
让我们看不到德意志民族就站在深渊的边上。我会一直和这种低俗内容做斗争，直到人们看到眼前的深渊为止。希特勒这番演说不仅震撼了现场观众，也让他一夜走红，成为了各个节目争相邀请的嘉宾。而他在各节目中谈到，在走访中看到的德国社会的种种问题，恰恰是普通人所关心的，这让他成为了顶流网红。元首瞬间就占领了各大电视媒体，成了 YouTube 顶流。萨尔斯基也因此获得了前台小妹的芳心。希特勒有了人气之后，开始四处走访右翼政治团体，试图组建自己的力量。但是他发现这帮人不是夸夸其谈，就是无脑之辈。希特勒勃然大怒，不久警察和检察官来到了电视台找女领导。原来是有人指控节目煽动种族仇恨，但让站在一旁准备看好戏的光头哥没想到的是，他们也是右翼组织，并向女领导承诺会去铲除相关的左派人员。计划就这样再次落空。此时的女领导早已被利益所蒙蔽双眼，即使有人看到这种不正常的趋势，也置之不理。女领导并不是不知道真相，她在对元首的调查和谈话中，能够感觉到他就是真正的希特勒。然而事态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出现了转折，光头哥私自将元首射杀狗狗的视频放到了节目中，这一视频的曝光导致元首的支持率一再降低，女领导也迫于舆论的压力下台，光头哥顺利上位了。在这危机时刻，元首开始奋笔疾书，将自己从穿越到现在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《我又奋斗》。萨瓦茨基也准备将书作为剧本改编成电影。元首不断做着媒体节目来传输我是个好人的思想，新书一炮而红，希特勒再次成为了顶流。光头哥那边情况就不妙了，收视率每况愈下。光头哥面对属下的汇报，用颤抖的双手摘下了眼镜，随后怒斥了属下。这段明显致敬了电影《帝国的毁灭》中元首愤怒的名场面。记者哥也有机会将希特勒的故事拍成电影。讽刺的是，希特勒在回家路上被几位新纳粹主义的壮汉袭击了，因为觉得希特勒在恶搞他们的偶像。可没想到这次被新纳粹分子的袭击，却让舆论认为希特勒是反纳粹的先锋战士。随着跟希特勒的相处，记者哥越发觉得不对劲，于是他又回家看了当时希特勒出现时的视频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这人看来真是希特勒穿越来的。记者哥觉得不能再任由事态发展了，于是来到医院向众人揭露，说这人就是希特勒本人。记者哥自然被当成了疯子。被医护人员围堵逃出的记者哥找到了希特勒，质问他：“你就是希特勒本人？”希特勒说：“我一直说我是本人，我从没骗过你。”哑口无言的记者哥知道讲道理没用，于是劫持希特勒来到了天台。记者哥说：“你就是个怪兽。”希特勒说：“我是个怪兽没问题，那选出我的人们是不是怪兽？他们该不该也被审判？我们的选举制度该不该废除？他们之所以选我，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和我有着一样的价值观，你也一样，所以你不会开枪。”物理意义上的希特勒从楼顶坠落，但记者哥并没有看到他的尸体，猛回头发现他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了自己身后，并继续说：“我是你的一部分，是所有人的一部分。”在记者哥一脸震惊时，周围绿幕出现了。原来这是希特勒的新电影拍摄的最后一幕，记者哥是由一位演员扮演的。此时真正的记者哥已经被关进了疯人院。最后为了电影宣传，一身精装的希特勒坐上了敞篷车，向路人打着招呼。大家的回应也各不相同，有觉得搞笑的，有出离愤怒的，当然还有支持敬礼的。这些都是真实的路人反应。这部2015年的喜剧电影《希特勒回来了》，今天来看非常有前瞻性。近些年，随着欧洲难民引发的治安问题和经济的不景气，德国乃至欧洲地区右翼势力卷土重来，甚至在很多集会上被法律明令禁止的纳粹里也都频繁出现。人们从历史学到最重要的教训就是，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。他们把国家托付给一个非凡的人，他们和我有着一样的价值观，每个人都在为他登上野心的巅峰而拾柴添火。但当不幸发生时，他们还会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吗？